歼十战斗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高可靠性、高生存力和高机动性能。其作战半径大，起降距离短，攻击能力强，综合作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先进水平，但是并没有领跑，仍然在追赶。它经历了我国航空工业从蛰伏到腾飞的特殊历史阶段，实现了我国军用飞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打破了以购买仿制苏俄战机为主这一屏障，在我国航空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我们国家完成了从望尘莫及到望极项背的转变，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梦想。歼十的研发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在歼7和歼8系列战斗机陆续开始研制装备时，我国空军认识到上述米格21或改型不足以满足新国防需求，因此力图发展一种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抗衡的先进战斗机。最初的设计方案是歼9，由于指标设置过高，脱离我国研制实际水平，最终因研制周期拖得太长，技术条件无法实现，而于1980年取消计划。然而缺少的不仅仅是技术，国家经济也非常拮据。为了继续研发新型战斗机，国家勒紧裤腰带，研发团队也通过自己攻关1.1点努力，在研究歼9积累的成果上，歼十的1号原型机于1994年开始建造，1998年3月23日首飞，2003年歼十生产型正式交付。2004年，解放军空军换装歼十战机，驻守云南的成都空军成为第一个装备该型战机的作战部队。2005年，首次出现了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十战机。2008年11月，在我国珠海航展上首次对民众亮相。我们先看一看它的性能数据：成员1至2人，长度16.9米，翼展9.8米，高度5.7米，翼面积37平方米，空重8840公斤，正常起飞重量128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9277公斤，最大军用推力74千牛，最大后燃推力123千牛，最大燃油量3900千克，高空最大速度1.8马赫，低空最大速度1.27马赫，续航速度0.95马赫，爬升率每秒285米，实用升限12570米，最大升限17000米，最大航程3900公里，作战半径1240公里，翼负荷每平方米270公斤，推重比1.05，最小起飞滑跑距离350米，最小着陆滑跑距离400至650米。歼十装备一门23毫米口径233型双管航炮，位于进气口下方前起落架左侧。机身具有11个机外武器挂架，机翼6个，进气道4周4个，机腹中心1个，最大载弹量为7吨。空对空方面，可挂载霹雳8B 短程空空导弹、霹雳11、霹雳12中程空空导弹等等；空对地可挂载 TL-17、C705、KD、CM704KG 等空地导弹，也可以携带鹰击8K 反舰导弹和新型鹰击9反辐射导弹等等。正常情况下，歼十不会全外挂状态出航，因为内部载油量比较小，单靠内部燃油的话，作战半径与航程就太短了。一般武器挂载数量就是4枚空空导弹，外加3个副油箱，以及4枚炸弹或者各种吊舱。很多人会纠结歼十的载弹量太低，这也跟早期设计思路的限制有关。其定位主要是用于防空截击，争夺战区制空权，因此歼十设计的导弹外挂点数量能够满足空战需求。歼十采用三角翼加三角压翼的近距耦合压式气动布局，主翼为三角中单翼，采用机动前缘襟翼。期间三角压翼位于进气道上方机身，巨型带负面层的发动机进气道位于机身腹部，进气道口与机身之间有加强筋，机身上有气泡式驾驶员座舱，机身向后自然过渡，机翼与机身之间平滑过渡，后机身为发动机舱，采用单垂直尾翼以及2片向外侧倾斜的面积较小的副鳍。歼十采用放宽静安定度设计，战机的主要控制面由全权限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实现自动和综合控制。歼十是我国制造的第一种大量采用复合材料的战斗机。机头设备舱两侧、压翼、襟腹翼、垂直尾翼、副鳍、发动机尾喷口均使用复合材料制造。歼十是我国空军继歼8D后第二种拥有空中加油能力的战斗机。首批4服役的歼十使用的是一台俄制 AL31FN 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是苏27发动机的改进型。后续生产的歼十则装备国产的涡扇10 B 涡轮风扇发动机。
歼十的航天系统基本由国内研发生产，座舱为全玻璃化镜面，配备一具平视显示器及3具黑白或彩色下视多功能显示屏，采用1553B 数位系统，数字化程度超越以往所有我国战机，甚至同期沈飞公司生产的歼十1。飞行作战所必须的控制开关集中于中置的驾驶杆以及座舱左侧的油门杆。歼十服役时装备一台全箱参的脉冲都普勒火控雷达，具备多种工作模式，具备视距外多目标能力，据称最大搜索距离160公里，上视射距100公里，下视射距80公里。飞行员配备了头盔瞄准具。歼十发展至今也衍生了很多型号 ，A 型为单座量产机型，已于2014年停产。S 型为歼十 A 的双座教练机型号 ，B 型是基于 A 型的改良型号，从气动布局、任务系统、使用维护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提升，已于2015年停产。歼十 C 是基于 A 型的第4个衍生型号，材质有部分调整达成部分隐身能力，同时在机背、垂直尾翼等增加天线，于2013年12月首飞，2015年开始批量生产。另外还有海军航空兵型号歼十 AH、歼十 SH 等等，其中歼十 BT-VC 型全称为歼十 B 矢量推力验证机，为歼十 B 加装我国国产矢量发动机及向量喷嘴的改型。2018年，珠海航展首次进行公开飞行表演，正是此型号。表演期间展示了眼镜蛇机动、落叶飘等飞行动作。截至2020年，已有至少468架装备于我国解放军。2022年3月11日，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6架歼十 CE 接装仪式，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出席仪式。我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已正式列装巴基斯坦空军，实现了我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成体系成建制出口，是我国航空高新装备出口的新突破。总体来讲，歼十的综合性能在3代机里面并不弱，与同级别的米格29、F-16、苏27等中轻型战斗机相比不落下风。目前在空军中的作用和美军 F-16很相似，就是空地兼顾的多用途战斗机。虽然挂载能力不如 F-16，但优点是制造成本低，便于大量生产和维护。它的不足交给歼16、歼20等战机来弥补就行了。感谢您的观看，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感谢支持，我们下期再见。